被哈佛大学精神病教授定性为精神病。特朗普可谓是非常的尴尬。确实，不少人都觉得特朗普很疯狂，完全不按常理出台，没有固定的套路，也没有相应的规律，并且无视国际规则，无视诚信，完全是美国天下第一，美国优先。不少人称特朗普为疯子，但我们真的应该感谢这个疯子。虽然他的步步紧逼让我们很不爽，虽然他总是不断惹事让我们很难受，但是他却在无形之中帮我们一个大忙，可谓送来了一个神助攻。正是因为特朗普的一次次决战宣言，正是因为特朗普的非套路操作，才让我们尽早地认识到了问题。特朗普的疯狂，让那些标榜美国的精英切实见识到了真实的美国，随时撕毁合约，完全不讲信誉。所谓的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契约精神，都完全是欺骗其他国家的工具。当然，特朗普的疯狂也让多数民众认识到了亲美者的虚伪和无知，让世界认识到了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霸，美国优先是美国最大的政治，拳头才是美国最大的道理。特朗普用自己的疯狂，让不少崇洋媚外者的内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分裂的美国社会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让很多向往美国者开始望而却步。当然，特朗普最大的贡献就是亲手拆散了西方的盟友体系，让看似铁板一块的北约变得内讧不断，矛盾不断爆发。特朗普这样的做法是为了确保自己对欧洲的控制，当然也暗中帮助了我们，因为北约的团结对于我们也是最大的威胁。特朗普的步步紧逼和不时发出的决战威胁，让我们切实认识到了核心技术才是大国竞争的根本，没有核心技术，随时都可能受制于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所谓的妥协理论、跪拜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只有硬气，只有站直了才有说话的机会。特朗普的疯狂还帮我们认清了，仅仅靠娱乐明星是成不了世界强国的，只有靠一大批科学家，靠一系列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特朗普的疯狂让我们切实认识到了，确实应该重视实体，确实应该重视核心技术，确实应该尊重科学家，确实应该尊重血性。阳刚的军人，没有核心技术，你将永远为别人打工；没有核心技术，别人想怎么搞你就怎么搞你；没有核心技术，我们的未来都将是幻想。美国步步紧逼面前，很多人突然发现，小鲜肉和娘炮是保护不了国家的，因为他们主张投降和服软。只有硬气的真正男子汉才能充当祖国的脊梁。世界的历史永远是强者书写，弱者只能是别人餐桌上的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戏子误国的例子比比皆是。应当少支持娱乐明星，多支持科研人员，多欢迎出现许许多多个年入过亿的，而对的那些高收入戏则要进行严厉清算打压。我们都知道，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发展靠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要靠亿万个一代代的科研人员接力钻研奉献才能成就的。而只有靠科技强国才能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才能不被任何国家卡喉咙卡脖子，主动权才能回到我们自己手中。所以，面对曾经貌似牢不可破的强大的美欧联盟，现在出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分崩离析的迹象和机会，中国人要把握，尤其是中国政府，把提高科研人员科研成果放在重中之重，给予扶持，提高待遇和地位，坚决打压娱乐至死。为误国误民的不当高收入，还社会一个清正廉明的良好传统风气。决战来临，特朗普送来神助攻，肢解北约，警醒国人，中国必胜。叙利亚平民受化武袭击，就像挖了美国老家的祖坟，就报复叙政府。多么美丽而虚伪的谎言！他真的就那么关心叙利亚老百姓的生存？叙利亚难民是谁造成的？化武袭击这块遮羞布沾满了多少平民的鲜血？这是莫大的讽刺。所以稳定、强大、团结的中国才是硬道理。国人应当擦亮眼睛，清醒头脑，放弃幻想，坚定斗争信心，坚定斗争意志。
当敌人明目张胆地暴露邪恶，在我们面前挥动拳头的时候，我们在梦中惊醒。与虎谋皮已成过去，以前不行，现在不行，将来更不可行。当然了，特朗普的疯狂为我们赢得最后胜利增添了重要砝码。事情正在起变化，贸易战最近出现了新动向。9月7日，一天之内，美国通过3个渠道释放了3个信号。信号1，库德洛又漫天要价。在7日接受 CNBC 采访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国仍然与中国继续谈判，但美国的要价很明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停止智慧财产权盗窃，美国人的公司美国人自己拥有。美国很明确，但中国也很坚持，拒绝漫天要价。恶意指责，库德洛就承认，美国提出这个要价几个月了，但中国就是没有答应。信号2，特朗普发出新威胁。几个小时后，在空军1号专机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特朗普又大棒挥舞了。他说，在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美国还将对另外267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如果我愿意，将会很快，500亿、2000亿、2670亿。毫无疑问，这将是史无前例的贸易战，这还不包括中国反击的数量。特朗普在创造历史，但真不是好事。信号3，美国还试图扩展新战场。还是7日，彭博社援引3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启动奥巴马时期的一项行政令，允许美国对参与恶意网络活动的实体或个人进行制裁。此举瞄准的是中国企业，美国政府可能会以制裁所谓盗窃美国智慧财产权行为，冻结中国企业在美资产，或阻止中国企业到美国做生意。据报道，即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上述举措也引起激烈争论。据说美国财长姆努钦强烈反对，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强硬派非常支持。一天之内，3个信号，一些表态和举措相当意味深长。美国磨刀霍霍，步步紧逼，大有不达目标不罢休的态势。2，怎么看？一句话，这是一场贸易战，但现在更是一场舆论战和心理战。事实上，美方最近频繁释放信息，就是不断向中方施压，试图迫使中国不堪压力，最后做出重大让步。在自传《交易的艺术》一书中，特朗普就曾谈到做生意的4个阶段：一是提出惊人的目标，2是大肆宣传，3是决策反复摇摆，4是获得直观的结果。他这样写道：一个远高于预期的条件让对手无从下手，反复无常的变化给对手施加压力，给出次优条件让对手急于接受了事，达到最初想要的结果。从目前来看，特朗普显然把中美经贸博弈当成了一笔大生意。用一位朋友的话说，目前的态势真有点像赌徒赌博一样，一方自以为本钱很多，有时也不管牌好牌坏，一股脑将本钱都推到桌前，迫使对方心中发毛，最后妥协。特朗普深谙其中的战术，所以在关键节点不断发动新的攻势。要知道，对中国所有商品征税，特朗普其实以前早就说过，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毫无理性。因此，当这个威胁边际效应不断降低之际，特朗普就又老调重弹一下，继续拿出来向中国施压。此外，通过匿名信息源暗示将冻结中国企业资产，阻止中国企业与美国做生意，毫无疑问也是在试探寻找对华的新筹码，试图以这种可怕后果迫使中国最后妥协，签订城下之盟。至于库德洛表态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更多是舆论宣传攻势，显得美国态度很积极很诚恳，但实际却是猫腻重重。别忘了，欧盟最近就公开表示同意汽车零关税，欧盟可以取消所有美国汽车的关税，但美国也取消所有欧洲汽车的关税。但特朗普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不行，你们欧洲人习惯买你们的欧洲车，你们不买我们美国车，那这还是零关税吗？3. 美国现在全面发动贸易战，周边怒对墨西哥、加拿大，对欧盟也没好脸色，对日本更是各种敲打。
但显然与中国的博弈是其中最激烈的一场，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关乎中国的国运，也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美的实力对比，决定了没有一方具有完胜的能力，而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应对的智慧肯定就斗不过特朗普这种耍横的交易的艺术，怎么办？既然是舆论战、心理战，那如果惊慌失措，无疑正中对方下怀。最好的办法就是淡定、从容、自信，这也不是阿 Q， 这是理性的选择。因为最坏的结果不外乎中美两败俱伤，中国一些企业和行业肯定会遭受严重打击，但美国也不会全身而退，不然也不会有美国150家行业协会发表公开信，警告美国加税措施最终伤害的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不尝到一点苦头，可能就没有谈判的诚意。对中国来说，现在只能勇敢地迈过这道坎，别无选择，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战略上藐视，但战术上必须高度重视。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危机，但危机危中有机。过去40年，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时期，毫无疑问是90年代初，西方严厉制裁封锁，中国经济一度岌岌可危。但新一轮改革开放正是从那时开始，并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凤凰涅槃。最终，美国都害怕了中国制造，要寻找各种借口限制。从最乐观的角度看，没有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就没有壮士断腕的动力。还是那句话，实施更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是我们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礼物，更是我们打赢这一贸易战的最大法宝。对中国来说，与美国关系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让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扎扎实实的获得感。这样的中国，这样庞大的内需市场，这样勤劳的中国人民，不管是贸易战还是舆论战、心理战，